伴着美丽的日出，我们抵达了雅典。迷岛到雅典这一趟，帆船是我们的座驾，海风是我们的指南。这是一条穿越爱琴海的航线，我们停靠了6个小岛，拜访了很多港口和小镇，每一站都是惊喜。我们在蔚蓝的海水中畅游，最深的海水有19米。我们跳海，我们欢笑。我们也经历了2次紧急撤离，以及4米高的海浪，足以让船身以45度角倾斜前进。我们见证了许多美的令人窒息的日出与日落，并伴着日落尽情享受海鲜晚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船上的工作。有些人比我更称职，有些人甚至亲自掌舵。我们参观了古老的神庙，沉浸在希腊神话的魅力之中。我们还拜访了私人葡萄酒庄，和主人畅谈街友。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优秀的船长 Phil， 8天7夜带领我们冲破海浪，并沉浸在希腊壮美的自然风光。那跟着我们一起起航吧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旅行团已经集合完毕，一共是9个人，加上帆船船长是10个人。第一天主要是进行相互介绍、安全说明、船上规则讲解，以及入住我们的海上新家。我们如秘密般悄悄离开米克诺斯的喧嚣，伴着漂亮的落日，滑入无人岛瑞尼亚蓝湾的碧蓝怀抱。今天是帆船航行的正式开始，我们开始学会适应海上生活。这不，海豚都来为我们鼓劲儿。3个小时的航行后，我们第一个停靠的大岛是 Syros。 伴着细雨，我们探索首府 Amopolis 的大街小巷，大理石广场、粉彩洋房，这里的台阶真的很多。在山顶有一个大教堂，以及可以看全城全景。晚上天气又变差了，我们经历了第1次紧急撤离。第3天起床后好像有点不一样。首先，船很晃，厨房里噼里啪啦杯子碟子撞击的声音。我下意识穿上救生衣，上了甲板，发现船倾斜到了45度，我的头发也失去了优雅，自由地飞扬。帆紧绷，海水飞溅，我们的船长露出了笑容。我们库夫纳帆船终于达到12.4节的极速，这是它有史以来最顺畅的冲刺。在 Syros 与 Kisno 之间的巨浪中，宛如铁轨上的梦幻疾行。我们大叫，我们死死抓住不放。抵达 Kisnos， 我们在当地导游 George 的带领下，拜访了安静迷人的 Geopis 山庄。蜿蜒小巷，被阳光晒暖的石墙， George 丰富的知识以及他和村里每个人的互动，让我们和希腊民风有了更深的连接。第4天的晴天让我们紧张的神经开始放松，我们抵达了这趟旅行的第1个下海游泳点。5月的水温还有些凉，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今天是单程航行最长的一天，一共7个小时，横跨爱琴海。途中我们享受了豪华午餐，路过一个建满风力发电机的无人岛。
傍晚，我们来到了梦一般的 Porus 港湾。除了乘风破浪，船长 Phil 的另一个拿手绝活是倒船停船，来瞧瞧看。今天在希腊呢，又是行程满满的一天，然后呢，又是漂亮落日的一天。波罗斯岛如良药，青翠的山丘环绕着海湾，帆船轻轻停泊在码头和港湾中，一杯拿铁和牛角包开启了早晨。虽然我们留恋 Porus， 但行程不能等，我们又上路了。今天下海游泳的地方很特别，在一个小小无人岛旁，岛上有个废弃的教堂。我们穿着泳装和笑容登陆，或许还唱了歌。今天航行的目的地是 Messina， 航行不到2个小时。抵达后，我们前往 Andrio 酒庄所在之地。在古老的酒窖中，我们小酌葡萄酒，听着庄主的爱情故事，一致认同在航行后喝酒果然更香。就在海的中央，太刺激，太刺激了！看这个漂亮的岩石。Can't wait. 第6天晚上，在迷人的小港口 Portica 停靠，原以为又是一个安逸的夜晚，谁知又起风了，我们又得撤离。起因是港口没位置了。我们下船是通过旁边的船，这给撤离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困难，我们得跨船回去，但2个船被浪顶得晃来晃去。还好大家都很冷静，齐心协力，毫发无损。What we're going to do is we're going to slowly release one line at a time. Whenever the line is flying on the floor. So we have no stressful days. I have enough in my days. 所以我们终于逃离险境了。今天晚上又是非常刺激的一晚上。晚上，我们转移到了 Ormus Klima 港湾。又经过一场险境，早上的阳光都显得那么珍贵。今天本来是要回雅典，但雅典没船位了。如果这趟帆船行教会我一件事，那就是要根据海浪、风向以及各种客观原因随时调整计划。随遇而安，我们转到新港口，借机前往阿法亚神庙去看看。宏伟而神秘，它依旧如几千年前一样守望着萨罗尼克湾，遥望着雅典。最后一天，我们起了个大早，伴着令人陶醉的日出，我们向雅典出发，抵达了 Zia 码头。我们慢慢驶入一个复杂的停船位，也再次道别，衷心而不舍。Thank you very much. Wow. Thank you.